有一条林道藏在北部的群山深处，绝美柳杉林笔直耸立，好像在守护这片净土。而我只是个暂借这片宁静的旅人，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，只有风声、鸟鸣，还有沉浸在大自然中的自己。或许正因如此，才让我一去再去，而每一次踏入都像第一次一样，让我深深着迷。不确定过了多久，没有好好骑着爱车到处走走，那种自由奔放、凌驾一切的感觉终于回来了。这也就是为何3月我在国外的时候如此想念骑车。重点是要骑喜欢的车。可能很多新观众不认识我的坐骑，它叫做小阿普，因为是意大利品牌 Aprilia 白牌小排气量的车款，所以就这么称呼了。之前我常常骑着它游玩台湾，到处机车、露营、野营。也许之后我在海外也应该尝试看看骑机车旅行，不过目前感觉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时机。那么说着说着，我们也来到通往北部最美林道的大门。艾克来到这个分岔路口了哦，右边呢我们是继续往五峰，然后左边这边它就有写一个大大的牌子，罗山林道全线进行大客车。好兴奋哦！艾克上次骑车来这边，亲自骑车进去，已经是3年前的事了。2022年1月，那时候我还记得是冬天。上次来爬山也是2年前了，2023年的6月。所以后来又经历了那个台风大地震，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什么变化。然后到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大转弯处啊，然后这边有个牌子，这里就是罗山林道南线，这边是北线。如果仔细看，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小栅栏，它是禁止车辆直接进去的。不过我看很多人会骑越野自行车，自行车骑进去应该是没问题。从第0公里开始，艾克今天这样出来，真的是选择一定是对的哦。一早马上判断，因为天气太好了，然后又很久没有骑阿普出来探险，马上来挑个林道来走走，真的是还不错。平日呢，我相信这边应该也是人烟稀少啊。以前这边有个建筑哦，我都不记得有个建筑，有人住在这里。等一下又要来慢慢的精挑细选一下我的风水。等一下 ，Oh my god！ 前面那只有看到吗？它是蓝腹鹇还是地质啊？超漂亮，超漂亮！尾巴颜色是白色的，应该是蓝腹鹇啊。我记得地质好像再大只一点，然后黑黑的。但那只好漂亮哦，身体是蓝色的。大家没看错，到了1.5K 开始呢，就是这些柳杉林是天下，非常美。为什么堪称北部最美林道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如果可以骑车、走路、漫步在这里，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我上次来啊野营，好像有一台 Jimny 就是停在这里，这边讯号至少还有2格哎。没关系，再往前750公尺，这里就是游罗山第一登山口，各位。然后这边有砂石地可以给你停车，停车空间还蛮大的。那上一次呢，我跟我朋友阿东就是在这边野营的，正前方。不过这边就是非常的曝晒哦，没有什么遮蔽。上次我们爬山登山口也是从这里开始爬上去。你看，还是有人在这边野营的呀，那算是车泊吧。第一登山口就从这边开始哦。我上次来爬这座山之后，大概隔1个月后，这边就会封起来了，只能徒步进去。有些人呢会选择就是徒步走进去，背重装，里面还是可以野营的啦。我们回头去刚刚那个很棒的地方。罗山林道原本是日治时期为了采伐块木、樟脑等林业所建，后续又由国民政府指定柳山，成为林务局管理的人工林区。林道全长约15公里，分为北线与南线，2线分别环绕游罗山与霞山。
蛮推荐大家爬游罗山的，有一点点挑战性，林相也非常美。欢迎大家点击资讯卡看看我之前的记录哦。哦，好舒服哦，各位，这就是上次来罗山林道野营的那种感觉。艾克第一次来罗山林道也是来野营，就是骑我的上一台 Fido， 那真的是此生都无法忘记的回忆。下大雨，没有讯号，困在山上那种感觉，然后又第一次野营，那时候胆子真的是非常大。直到现在已经露营野营的经验也变得丰富很多了，一切的心态面又不太一样。各位，我总算是搭建完成我的避难小窝了。这次弄得稍微久一点，因为行军床是我第一次搭，真的是弄了蛮久，一堆脚啊扣，我觉得就是第一次，然后不熟悉。但搭完之后，我发现很爽欸。这个平台空间变好大哦，而且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座椅的概念，等于是离地有一定的高度啦，感觉可以离虫虫远一点，很舒服，就是都一直听得到那种小小涓涓细流声音。它其实好像是那个旁边那种黑水管，它有引流水管倒下去，然后呢，他们这边的村民居民就可以有很干净的水可以饮用。不是说每个人都很有公德心，就绝对不会让环境造成污染跟影响哦。我们一点点，就算我这样骑机车进来，这样搭帐篷啊等等的，其实多多少少一定都对大自然有点影响。就是大家好好爱护啊，其实就不会有这个状况。我相信之前的居民会这么强烈反应，然后导致最后封山淋到这样子啊，很可惜进不去了。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在这边享受过夜，真的很怀念。
它是在里面还是外面？哎，部队起床！哇，太爽了吧！看起来是太阳好天气。哦，行。大家早安！昨天到今天，我好像没有什么跟大家讲话。自从开始搭帐篷之后，就是这种一个人的野营露营，我到最后会突然陷入一个自己的大自然世界中，好像就是没有一定要讲话，或者是想要去打破这样子的宁静。虽然艾克是一个很多话的人，我相信大家已经有见识到，艾克到哪都可以噼啪一直介绍，一直讲话。但是回归到这种野营露营，我就会变一个非常安静的天蝎座模式，因为天气也都很好，所以一点害怕感觉都没有。因为毕竟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在落山领道，我自己的体感呢，觉得真的已经与这个黑暗完全融入。自从精英温泉好一个人摸黑泡野溪温泉后，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大自然会让我很害怕的事情。我昨天后来其实也有跟朋友电话，就是有在讨论，其实，在大自然，大家会怕黑，会怕这黑森林的感觉。如果你越去想一些怪力乱神，心里觉得有鬼，那就真的会好像很恐怖有鬼。但其实这是真的放松心情，也很相信山神会保护自己，因为毕竟也爬了很多百岳，所以内心就比较不会有一些怪怪的想法。很多人觉得一个人野营真的很恐怖，但说真的，实际体验过后，你会发现没有人才是最安全、最不会让人感到害怕的。反而突然晚上有人过来，我反而会怕。所以其实最危险、最让人害怕，其实是人类。OK， 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好奇？我现在收音、讲话，麦克风在哪里？为什么人声可以收得如此之清楚？我也没有夹在旁边，好像完全看不到有一个麦克风。然后呢，相机离我其实蛮远，大概有3公尺远。大家有发现了吗？好像在这里。而且我今天刚好穿黑色的衣服，所以完全看不出来，要非常仔细看嘛。没错，这是艾克目前使用的全新无线麦克风 Holy Land Lark M2S， 就这么小一颗。这一次是他们全新的设计，它用夹式的，它把大的本体放在衣服里面之后，小小的露在外面收音，但是却收得非常清楚，只有7公克，非常的轻巧，钛金属的。我其实昨天到今天，绝大部分大家听到的大自然声音、环境音、我讲话声音，都是用这个 M2S。它的收音24 bits， 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就是非常清脆清晰，实际大家听完就能理解我在说什么。还有一个，大家，我现在大概站在50公尺外，有点距离哦，我现在离我的帐篷好远，收音是不是依然很清楚，也没有间断呢？它这个最远距离讲话300公尺之远的地方都可以非常清晰的收音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天啊，我还要跑回去啊，好喘。然后如果搭配它的这个充电盒呢，总共可以使用30个小时。它一个发射器单体呢，工作时间可以来到9个小时。我从昨天用到现在。还有，如果大家在户外啊，在风很强的地方，怕有风切声，它也有兔毛，非常可爱的兔毛，我把它装到上面，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收音品质，比较不会有风切声。还有一个大家最 care 的就是环境超大声，可能你今天在工地那种低频声音很严重，接收器以及发射器上面都有按钮，发射器上这个橘色按钮按下，以及接收器的那个旋转按钮按下，
就可以直接一键降噪，环境音整个直接消除掉，非常厉害。OK，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 Lark N2S 的详细资讯，我下方资讯栏有放链接。继续办公，我觉得这边很享受，我应该可以待到中午。除非我粮食吃光光，我肚子饿我就离开了。就直接办公到中午，现在11:04了，肚子饿了，然后把最后一个面包吃下肚子，差不多决定可以收收，准备回去。骑回去大概也要2个小时，这算是开启我野营生活的一个启蒙地点，是我人生第一次野营的地方，就在多山林道。也不怕大家知道，现在平日就是也没人，那假日我不确定，假日可能这边会满吧，大家自己斟酌，看能不能早点来抢位置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哦，户外见。